这儿啊。这样他让我这个查的这个当中啊，这个很明确，是他向我提供了就是王岐山书记他太太的，就姚家唯一的一个男士了，就是这个姚庆，叫查，他给我提供了姚庆的各种证件证明。谁给你提供的？就是傅振华啊，让傅老三给我的。然后这个证明当中他的证件，还有姚明山女士，就是王岐山书记的太太的各种证件，还有姚明山的妹妹的证件，姚明端的这各种证件，包括了姚庆的夫人叫赵荣的证件，还有姚庆先生的孩子的证件啊。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东西让我去查，并且很明确就是查和海航，你可以我也一会儿听着录音，查海航和这些年的贷款和海外买飞机和不动产银行信息。这是他很明确的啊，包括了姚庆先生在外面的一些社交啊，给明确他们这用的私人飞机，而且那个时候就告诉我说他们有几架飞机，给我提供了飞机的编号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对这些飞机啊这个去向、乘坐情况都进行了调查，我都提供给他了。那么同时呢，就他非常关注的是，就海外的存款、海外资金的活动、海航的吃的回扣和这个王健先生总裁和陈峰先生，他是上市公司嘛，属于公众人物，所有这些情况，那么我都查了，我都已经给他了。这个时候他应该把我家人给放回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啊。这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看到，就是说1年后他才放出来。你是说傅振华以放你家人的名义来调查王岐山是不是？对，是这样子的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当中啊，东方先生你要关注一下，一会儿我也希望给你们放一段录音。他很明确的说，查王岐山书记和孟建柱书记是习主席让查的。他说原话是习主席只用他，不信他。就不信王和孟啊，这有这么一句话，一会儿可以放一下，可以看一看。那么这句话，然后说呢，他让查的，我还专门给他说，你代不代表这个习老板？那我查完以后，我是犯罪啊，那谁来保护我的家人？他说你只要把这事查清楚了，你什么都能给你解决，家人可以回家，员工可以回家，资产也没问题，还会扶持你，继续帮助你。他是有这个条件的。当然我把资料给了他以后呢，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出来要爆料的原因啊。那么现在就说这个跟傅老三的这个，你跟他的通话是没有变音的。你跟他那个傅老三大哥的通话是有变音的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听了一点这个带变音的。我们能不能继续听听你和他大哥的通话？因为这直接牵涉到你所说的傅老三的大哥就是傅老大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录音吗？有。我们再放一遍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王姐。其他的以后一段时间，这都是理由用的多太深了。其实非常生气，要求两边去调查。孟老板也对你很有意见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不是您说的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他俩对我啥意见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惹了啥了呀？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对我的要求，必须告掉你。为啥呀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明白我意思吧？必须告掉你。不是，他要是搞我是不是就因为刘志华这事儿，大哥？这个我怎么着他了呢？我跟他有什么仇啊？要求不留后患，包括儿子强也要弄回来，人、钱、资产统统的。所以你必须配合我，你要立功，你要快点。你要查清楚在瑞士银行他们自己的所有情况，关键你要查清楚姚劲儿和王健、海航这些年来交易的钱去哪儿了。你就一直盯着他们。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要盯住他们，你呀得把王这几个信息。文贵先生啊，我听这个傅老三大哥的这个话变音里头，确实是很难的这个听清楚。他说的这个说，
岐山非常生气，要求两边一定要查。孟老板对你也很有意见，那么还说必须搞掉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？因为他一直说这是这个习老板、王书记、孟书记要查你，他们办案专案组啊，到我们去抓人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你们完了，你们死定了。这是这个岐山书记亲抓的案子，孟建柱书记抓的案子而且是习主席亲批。后来我们通过多个渠道核实啊，习主席肯定没有批，但是他对我说，这是王岐山书记要把你全家给灭了，而且把你儿子也要弄回来，抢也弄回来，把你资产全没收啊！你只有配合我去查这些资料，听我的，我才能让大老板，也就是习主席帮你说话。然后呢，我到岐山书记那，孟书记替你说话，说你必须查这些资料，查这些资料才能保你的全家的安全、资产的安全，这就是他整个的过程。说你要不查啊，岐山书记已经说了，让我弄死你全家，灭了你，然后你把你儿子弄回来，把资产全没收，就是这个事情的开始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让你去查王岐山，去查孟书记啊，去查孟建柱书记。那么这个，你肯定会得罪王岐山和孟建柱了。那肯定是啊。但当时我认为我是在执行这个傅政华的和习主席的命令啊，我就查呀，我也查了。后来我在通信当中，这个语音当中，你看我有告诉他，我说东西我给他，傅老三就说你发给我，我给他信息都挂在一个email的邮件箱里边，那个收件箱他拿走不发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还有发到手机上。